你想想，他刚结婚就嫖娼，在微信上跟别人谈价格什么的。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如果凌晨1点，你家突然有人敲门，然后你通过猫眼去看，发现敲门的人呢是一个年轻姑娘，这姑娘呢肚子好像还有点大，仿佛是个孕妇啊。你问她干嘛，隔着门问她干嘛，她不说话，她就是敲。你问她到底什么事，她也不说话，她就是敲。这个时候你会不会给她开门啊？于情于理，可能站在人道主义上，你感觉他也许是需要帮忙给他开，但是他又不说话，会让人觉得很诡异。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呢？那么今天这个故事呢，就是跟这个有关。这一天呢，徐浪在外面溜达的时候呢，收到一个电话，是老金给他打的。老金以前也是一个夜行者，专门解决各种案件。现在呢，金盆洗手不干了，所以他打电话给徐浪，叫他赶紧过去，有个活呢，想让他接一接。徐浪到了老金所在的四合院，看到有一个中年男子，我们叫他方哥吧。方哥站在那儿就愁眉苦脸的。老金就说了，这位方哥遇到点麻烦，反正我现在是接不了了，看看你能不能管这事儿。然后徐浪就说来听听呗。接着这个方哥就愁眉苦脸的说，我家半夜昨天有一个奇怪的女人敲门，我去猫眼看了，发现好像是大着肚子，我问他干嘛，他不吱声，然后就是敲门。我说你不说话我可不能开门呐，结果他不管，他还是敲。后来我就觉得很阴森嘛，就没有开门，就在那个猫眼看了半天，发现后来不知道哪冒出来2个男的，就3个人一起就走了，好像这个女的是认识另外2个男的了。我就越想这个事情觉得越诡异，所以呢第2天早上起来就问邻居，你们昨天晚上有没有人敲门？邻居都说没有啊。所以这个方哥他就觉得事情太奇怪了，能不能查出来敲门的那3口人到底是谁？所以问着问着就问到老金这儿。那徐浪就问他，那你这事儿干嘛不报警呀？这个方哥就好像一副难言之隐的样子，就说这事儿说出来有点丢人，我不是刚结婚嘛，老金知道，老金还去我婚礼呢。我结婚没多久就跟我媳妇吵架了，她一气之下就回娘家了。那我天天一个人在家就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，就带了个姑娘回家。哦，我明白了。那你带回家这姑娘是花钱的还是不花钱的呀？当然是花钱的那种。懂了，你怕这事儿是仙人跳，对方拿你这嫖娼的事儿威胁你要钱，但是呢你又怕你老婆知道，所以不想节外生枝，何况嫖娼还要留案底，所以不敢报警是吧？那你打算出多少钱凭这事儿？我跟老金原来都是5万块起。老金上次结活的时候，北京猪肉才卖10块钱1斤呢，现在已经不是那个物价了。这样吧，你先拿5万块钱，到时候差多少咱们俩再谈。那这个方哥呢点点头说行吧，那就先这样。于是徐浪就赶紧叫上自己的助手周庸跟他说来活了，快出来。到了这个住处的时候，书里就写我和周庸上了楼，发现他家门上还贴着喜字。周庸说这哥们儿连喜字都没接，不管他要钱还管谁要钱呢？敲门脱鞋进了屋之后呢，感觉房子面积还不小，得有个145平，但就是装修旧了点，有股老房子特有的霉味儿他们俩就进屋坐下，说了一些有的没的，然后徐浪就说你把你叫的那个上门服务来让我看看。徐浪一看就知道这人是个中介，就拉皮条的。然后呢他就说国内的上门服务一般有2种模式，第一种是团伙形式，一伙固定的人控制着几个失足妇女，负责宣传联系和车接车送。第2种是中介形式，一个人有很多失足妇女的联系方式，去街上和酒店里发卡片，在网上发信息宣传，联系方式留自己的，跟客人联系好再联系失足妇女，按单抽固定佣金。这2种模式有一个分辨方法，他们都会要求你报销打车费，但方法不同。团伙形式会管你要一个固定价格，一般是个整数50或者100的。中介形式会截图高德的预估车费，或者等失足妇女到了，直接给你看滴滴打车的行程，要求你报销。方旭约的那个报销的打车费是32.4元，有零有整的，一看就是中介形式。徐浪刚解释完呢，方哥就懵逼了，说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呀？徐浪就说我就是干这行的，我能不知道这些吗？但是好像越描越黑所以他也不解释了。紧接着说我现在在你这屋子里面看看情况，看看是不是什么有钱东西摆的让人一眼看出来想敲你竹杠。然后还带周庸转了一圈，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东西，就说行，那我们吃个饭，下午再过来。这方哥就说别就在这吃我叫你外卖大家一起吃然后徐浪就说不用，我还有点事儿，下午再来。接着徐浪带着周庸出来之后，周
周庸呢就贼兮兮的说：“徐哥，你是不是觉得这方哥哪里不太对劲啊？我看你连饭都来不及蹭就出来了。”徐浪就说：“切，你小子还真贼，你没觉得这男的有点奇怪吗？”没觉得有点奇怪呀？难道是太热情了？你想想，他刚结婚就嫖娼，在微信上跟别人谈价格什么的。就算你媳妇儿离家出走不在家，但是你微信上那些消息删不删？删啊！这谁不删谁傻呀？万一被发现怎么办？说的就是呗。你感觉他傻不？不傻吧？但是他为什么不删呢？我就说有点猫腻。所以我刚才在他家转了一圈，发现很奇怪，他家的这个衣柜啊也太干净了点，全都是男人的衣服，一件女人的衣服都没有。门口呢也没有女鞋，连洗手间的牙刷也是单个的，洗面奶呢也全都是男用的。他媳妇是不是收拾的有点太干净了呀？就算是两口子分家离婚了，也不至于弄得这么干净，何况只是离家出走。周庸一听，觉得徐浪说的对呀，又回到了这个方哥的家，他们就让这个方哥再叫一回上次叫来的那个女孩，他招嫖叫来的女孩。当然了，他们不在房间里面嘛。没多久，这个女孩来了之后，40分钟她不是下楼吗？徐浪跟周庸在楼下猫着。而下楼要坐车走的时候，他们就跟上这个女孩。然后这女孩打车去了一个地方之后，进了一个大楼，徐浪赶紧跟上。就在他要进电梯的那一刹那，徐浪一个手伸进去，马上把他给拦了下来，然后他硬挤了进去。这女孩一看见徐浪这个架势，她就觉得有点害怕，就说你要干嘛？徐浪就说你老实点，我不拿你怎么样。这女孩以为就是遇到了要劫财劫色的，就说什么事都好商量，别乱来。徐浪就狠笑一下，就吓唬他。这女孩就哆哆嗦嗦把手机给他了。拿开手机之后，徐浪让他解锁，拿开了一看，就立刻去刷他的和跟嫖客还有联系的那一些信息嘛，发现其中没有关那种勒索的那种信息。然后徐浪就让这个女孩打电话给他的那个拉皮条的人，就问他有没有去勒索仙人跳嫖客。结果那个拉皮条就说没呀，我们不干这个事儿，我们做这个生意很多年了，一向都是本本分分的。反正一通下来啊，徐浪觉得问题可能不在嫖娼的这一段，于是他出来之后呢，打电话给老金，就想问一下老金婚礼的具体情况，查查新娘那一边。他就问老金说，你不是去了他那个方哥的婚礼吗？婚礼上你有没有看清楚那个新娘长什么样？老金就说，哎，这人也不是我朋友，就是我一个客户，不好意思硬被他搞去的，我去就随了个份子钱，给了1000块钱呗。新娘什么样我真不记得了。徐浪就说行，那你饭店在哪儿？老金这记得呀，告诉徐浪的饭店地址。于是徐浪就顺藤摸瓜，就摸到这个饭店那儿。因为当时正值是疫情之后不久嘛，就是婚庆的饭店就很难订啊，除非是这个婚庆公司这个饭店有点关系，不然呢一般你都是订不到，很紧张。所以呢，到了这个饭店，徐浪就说我也想搞一场跟那个什么方旭一样的婚礼，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婚庆的联系方式？那么饭店就说行啊，就把婚庆公司给告诉给徐浪了。那么就此徐浪跟周庸就摸查到了这个婚庆公司。到婚庆公司这一块，他们俩一下车一进这公司呢，接待他们的人呢，因为电话里聊过嘛，知道他们也想办跟方哥一样的婚礼嘛。那么接待他的人一看他们俩来了，就说啊，我懂了。然后周庸就一脸问号，想说徐哥他懂什么呀？然后徐浪就说我也不知道呀。那么进去之后呢，这个负责人就招待他们俩坐下，然后拿了2瓶水给他们，一边就说我们这收费标准方旭都跟你们说过了吧？徐浪就说没呀，那您介绍一下呗。结果负责人说行，我们这新娘就是1万2天，包括什么婚礼啊、见父母什么的。至于其他酒席呢，每个价格都不一样，看你们具体想要哪一种。新娘1万2天，听到这儿，哎，徐浪终于明白了，这是个什么地方呢？这是一个专门假结婚的婚庆公司，哎，帮人办假结婚，一般呢都提供给那些需要应付父母、应付家里，或者就是不想结婚的人操办的假婚庆公司。所以呢，提供什么新娘租借这种服务。那么这一下，徐浪跟周庸就面面相觑了。感情这个方旭结个假婚，然后一出来，徐浪就赶紧打电话给老金，就说你的那客户啊，他结的是个假婚，你那个随份子的钱就是随多了。老金在电话那里气个半死，说这孙贼，你给我多收点钱啊，就当我随给你了。那么一路上，周庸就说，哎，徐哥，这个方旭他干嘛要假结婚，还搞兴师动众，还找我们查这个案子？徐浪笑笑，直接再次打车回到了这个方旭家，两个人就把线索一摊，就跟这个方旭说，你得老实交代，哎，你不老实交代，这事儿没办法办下去。为什么要假结这个婚？然后这个方旭看，哎，都被捅出来了，这只好老老实说了。书里就写，方旭沉默了一会儿，承认自己是假结婚，说因为自己嫖娼成瘾，
没办法单跟一个人过，和人结婚也是害人家，不如就假结婚了。一个是让父母担心一点，再一个也能把自己这些年随出去的份子钱收回来。我只能说你人还怪好的嘞。总而言之呢，他说虽然结婚是假的，但是半夜被人敲门是真的。他是真心实意的担心自己可能会被别人勒索，因为就是常在河边走，哪也不湿鞋嘛，就是嫖的上多了，他怕被谁看上，被谁惦记上。那么事已至此，徐浪他们只好继续查下去了，因为他们之前去问过嘛，有没有监控，这个小区就很老了，没有监控，所以拍不到半夜到底是谁敲的他家门。那么只能用最笨的办法，就是什么呢？在小区里瞎溜达，看看有没有孕妇，如果发现有孕妇，那么就尾随别人上去看看这个孕妇住在哪门哪栋。然后他们发现呢，这个地方这个小区孕妇还挺多的，前后后他们数了有7个孕妇，而且最奇怪的是，这7个孕妇啊住在同一栋楼。是不是觉得很诡异？徐浪跟周庸发现这7个孕妇啊，全都住在方旭隔壁的单元202室，所以徐浪决定采取行动了。书里写道，那天下午5点多，我拿了一个乌克兰产的 Protect 手持信号检测仪，打算在搜索这家 WiFi 信号之后，看看能不能放大信号侵入路由器，或者减弱他们的 WiFi 信号，让他们找人来修。就是我和周庸就能假装是来修网络的，进屋看了。结果发现，这家不用 WiFi。现在是什么年代还有不用 WiFi 的呀？这家的问题绝对很大呀！7个年轻孕妇在里边啊，这个里没网没 WiFi。徐浪跟周庸就在这个202单元呐前面装了无线的那种针孔摄像头，他们就发现了这里除了不仅住了7个孕妇，还住了3个年轻男性。然后他们蹲点的时候，就有男人出来嘛，从这里出来嘛，他们就跟着这几个男的尾随他们，发现他们驱车来到一个叫做大彩虹亲子中心的一个门店。这门店一整天都有人进进出出，大部分都是男性，所以他们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就是进去就是探探路。所以徐浪跟周庸啊就一起走进了这个亲子中心。接待的姑娘问他们俩是不是来咨询孩子的事情，徐浪说对，咨询孩子的事儿。紧接着书里写道，他又找了一个经理出来，带着我俩进了一个屋里，说既然您2位能找到这儿，说明对咱家机构应该有所了解。咱家可以看照片选择孩子的母亲，也可以看视频选，然后您大概确定之后呢，可以把人带来让您见一面。一般像您2位这种情况呢，我推荐你们选择同母异父双胞胎。双胞胎里各有一个孩子跟您2位是有血缘关系的，很多同性恋人来我们这儿选的都是这种。好家伙，这是一个什么机构呢？专门给同性恋做代孕的这样的一个机构。事先说明啊，这种机构是犯法的啊，就是法律上不认可这种机构的存在。周庸在旁边听了就皱起了眉头，然后就发微信给徐浪说，哥，我们这是这个礼拜第2次被人误会了。徐浪就回，你赶紧闭嘴吧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脑子里疯狂在飞速旋转，想说该怎么办嘛。然后徐浪就跟这个销售啊就说，行啊，那我们看看照片跟视频吧，我们选一个姑娘呗。啊，对方就拿来了很多视频照片让他们选，他们就假装看中了一个姑娘，交了1万块钱定金。那大概2个小时之后，这个负责人呢就把这个姑娘给带过来了。结果呢，就是看一眼也不说话。那徐浪跟他说话呢，他也不回，就全程就保持沉默。结果这个负责人就说啊，为了隐私啊，保护隐私，所以他们这里的女孩是不被允许跟客户交流说话的。徐浪他们也只能好吧，行啊。于是这个女孩就被他们送走了嘛。那么徐浪说，那我们过2天来提供精子吧，今天先这样。结果他们就出门了。出门之后，他们就在一个地方猫着蹲点。不久之后，就见刚才他们选中的那个女孩啊，也出来了，上了一辆车。这个车就开到一个地方，然后徐浪跟周庸就赶紧跟上，车子就7绕8绕，开了很久，到了一个郊区。书里写，这个地方有几栋楼，但只有3、4个房间亮着灯，像鬼城一样。我和周庸远远地停好车，进了小区，到了一栋楼里，发现里面都是那种公寓式的走廊，每个走廊上有20、30个房间，很多楼门口都是挂着白花或者白底黑字的对联，不像是给活人住的地方。周庸就说，徐哥，这是什么地方？然后徐浪说，这里是专门放骨灰的楼，有的人嫌墓地太贵，会在郊区买这种小户型的楼，专门用来放骨灰。这种骨灰楼在国内已经存在20多年时间了，南方尤其多。徐浪跟周庸他们就看有几个房间是亮着灯嘛，那么他们就贴在这个墙壁仔细听这个里面的声音，发现亮灯的房间啊，里面都悄无声息，也不像是有活人在啊，那这灯怎么亮着呢？于是徐浪就掏出了反窥猫眼镜，就是说啊，你这个套在猫眼上面，你可以反窥这个房间里面的东西。
从一个房间的猫眼看进去，一个大着肚子的姑娘被锁在一个灵堂的旁边，桌子上的遗像在微笑，好像一直在用双眼看着她，又好像在看门外正在偷窥的我。我当即让周庸报了警，这个地方可是大有问题啊！到底是什么问题呢？原来是这样的，我让周庸报了警。9月中旬，当时给我做笔录的警官联系我说，感谢我的举报，他们发现了一个聋哑人犯罪团伙。因为聋哑人很难找工作，就有一伙聋哑人起了心思，从全国各地找那些不好找工作的年轻聋哑姑娘，把她们骗到燕市来做代孕，平时就把她们锁在没人的骨灰楼里。怀孕后期，为了不让孩子出事，才可以在被监管的情况下住进一些市里的老小区。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，控制聋哑人的犯罪团伙一般也是聋哑人。我曾经写过中俄列车大劫案，一伙中国人专门在火车上和俄罗斯人一起抢劫自己的同胞。现在和那时候也是一样，在国外专门抢骗中国人的一般都是自己的同胞。你总想找一个和自己类似的群体，但和你一样的人和群体不一定就是你的好归属。那天我们看见的被绑在灵堂的孕妇，就是去敲方旭家门的那个姑娘。因为肚子里的孩子还有价值，所以被抓回来后绑在灵堂里，不让她再去市里养着了。这姑娘在楼上看见方旭家门上贴了喜字，确定她不是控制自己那群人的同伙，才敢敲门。只是她无法说话，为自己求救。结束了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就万万没想到，通过一个半夜敲门的女孩引出来一系列的犯罪案件，最后竟然捣毁的呢是一个聋哑人控制的代孕集团。那么再次重申一下，代孕这件事情在我们国家是违法的哦，尤其是这种还控制聋哑女孩来做代孕的事情，那更是不被允许的。那么再回到这个故事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半夜有人敲门的这个点，那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遇到了独居女孩半夜3更有人敲门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啊，那我们其实在平时就好做好防护。首先第一个建议大家都去换一个可以录像的那种电子猫眼，因为你看到了普通的猫眼它是可以通过反馈镜来反馈你室内的情况，咱们就是说徐浪也用了很多了，大家应该知道了。所以你装到电子猫眼它一般是反馈不了的，而且电子猫眼它是可以录像的。接着平时储存好物业的电话，万一半夜有人敲你的门，你打电话给附近的朋友，如果没有朋友的话，你可以打电话给物业，让他们保安上来查看情况。实在不行，最后你可以报警，但切记无论对方说什么都不要开门，都不要开门啊！在这个故事当中，可能是一个女孩她想求救，但是我们不能揣测其他人的善意跟恶意。如果有的情况是犯罪分子的话，这个事情对于独居的男孩或女孩来说，其实还是非常的危险的。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，保持警惕。另外，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也可以拿出手机来进行录像。如果你们没有那个录像电子猫眼的话，也可以拿出手机来拍摄，作为就是一个证据的记录。这样子之后对于查证什么的也会比较方便。好吧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夜行实录的小故事了，不知道大家还想不想看其他的徐浪他们处理的小猎奇案件呢？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尽量告诉我，想看其他的故事也可以留言告诉我。那我是 Parkyo， 我们下个故事的精彩世界里再见吧，拜拜。